个是晒干的吗？乳白，这个是乳白，羊奶做的。正极前，走一走。你把它洗了，你洗了你用力去洗。这个没了多少啊？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这次来赶一个云南当地的农村集市，这里是建水县的马坊村。建水是云南南部一座安逸的小县城，同时也是一座有着1000年历史的旅游名城。在平日，这里就是当地的菜市场，只不过中午11点之前就都收摊了。周四和周日是赶集日，摊位更多，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。这里呢还有一个规矩，周一和周五，也就是大集隔天的日子是休息日，不出摊。马坊的集市很大，但却很规整，各类的食材和物品都是按区分配的。我们最先来逛逛的是卖肉的区域，集市上的人流很多，买好的鲜肉部分一定要趁早，所以不管是周边的村民，还是建水县上的，都是一大清早就赶过来挑选新鲜的猪肉了。除了鲜猪肉，像这种腊肉也是很常见的。炒腊肉也算是非常美味的当地特色菜。此外，像这种每家自制的灌肠也很受欢迎。像这家自制的灌肠，肥瘦相间，颜色红嫩，看上去真的很诱人。盆子里的就是灌肠所用的鲜猪肉，肉质新鲜，用料十足。这里每一家猪肉摊位前光顾的客人都不少，猪肉也都是新鲜的，当天刚刚宰杀的。在招呼客人的间隙，老板还要忙着去分割整块的大猪肉。这里的香肠感觉每家都有，不知道每家会不会有自己的秘方呢？在猪肉区的拐角处，还可以买到鲜活的鱼。猪肉摊位真的是最热闹的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大爷，都耐心仔细地挑选着自己满意的部分。
这些也是腌制过的腊肉和腊香肠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呢？很可惜我没有厨房，不然一定买来烹饪一下。在卖肉区的对面就是一家小豆腐的摊位。建水当地的小豆腐在整个云南都是非常有名的。这个是晒干的吗？哎，哦，啊，这种晒成这样的，哎，也是烤着吃的吗？可以的。哦哦。这种风干的小豆腐，经过烤制之后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会爆裂开，像爆米花一样。好多来到建水的游客会带回去，在家里据说用空气炸锅就可以烤制的。这就是有名的建水小豆腐了。制作的时候是将豆花裹入纱布中，包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最后压制定型而成。在建水当地有名的是西门豆腐。西门豆腐制作技艺呢，现在也已经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了。这是豆腐吗？乳饼，这个是乳饼，羊奶做的。乳饼。这个看着像豆腐的是乳饼，用羊奶做的，切成块儿，用油煎着来吃。这边卖的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干货，还有一些调味制品。云南人喜欢吃辣，辣椒是平日里必不可少的调味。纸箱里装的是红糖，外形看上去很有特点，但其实这在云南当地是很常见的，用蔗糖熬制的，又叫做小锅红糖。这个是干萝卜丝，老板说是腌着来吃的。这些摆在地上的零散摊位，都是周边村寨的村民。盆子里和桶子里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是自家自制的魔芋。这白白嫩嫩，看着像象牙一样的是草芽，是一种水生植物，口感脆嫩，可以小炒，也可以烧汤。花椒不想接。这个并不是花椒。学名叫做直菊，又名拐枣，常常用来浸泡拐枣酒，据说可以治疗风湿。隔壁的摊位上又看到了直菊，看来在当地这还挺受欢迎的。这些地上的零散摊位
都是周边的农民自家种的，或者自己去山上采的山货。这种绿色的小圆果子叫滇橄榄。我在云南当地的便利店里买到过滇橄榄汁，喝起来口味非常的独特，清甜回甘。这些村民们在集市上并没有自己固定的摊位，他们大都只在周四和周日大集日的时候来这里摆地摊，赚一些额外的收入。他们带着竹筐和麻袋，地上的摊位看上去有些简陋，但食材都是他们辛辛苦苦自己种的或者自己采来的。鲜花杨梅酒，这应该也是自己酿制的。在云南，把鲜花入菜已经不是新奇的事情了。像是我们之前在集市上看到的甜白酒，就会有玫瑰花口味的。这是茨菇，同草芽一样，也是一种水生植物。在建水周边的水塘里，就会有大面积的种植，可以炒肉片来吃，也可以同红烧肉一起烧制。茨菇的价位大概是5元钱1斤，算是经济效益比较大的一种食材了。这些都是在云南当地很受欢迎的粑粑。这边布袋子里装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草药，看上去有好几10种吧。这些草药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。这是当归，只听说过它的名字。旁边袋子里的是大名鼎鼎的鸡血藤。现在城市中使用钱包的或许已经不多见了，大都习惯了移动支付，但在云南当地，尤其是农村的集市上，常常会看到人们还在使用着纸币。从这里开始，一连几家摊位卖的都是日用小百货。这里是卖烟丝的摊位，围在摊位的周边，常常会看到好多当地的大叔抱着大大的水烟筒。云南产烟草，像是我们熟悉的玉溪和云烟，就是云南的著名品牌。花上几块钱，菜园里面种齐全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我们多色菜种，打饭划算，自己种自己吃，吃得安心，家人。我不太懂得如何去看烟丝的品质，
但称烟丝用的古老的小秤却让我很感兴趣。今天菜种不收钱，只上中等上百个品种，应有尽有。正规种子公司出品，质量保证，假一赔十，样样都是2元1包，5元给3包，花上几块钱的菜种，划不划算？自己种自己吃，吃起安心，家人放心。欢迎大家前来选购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种子公司做直销，样样菜种都是2块钱1包，5块钱选3包，几块钱，菜园里面种齐全。走一走，看一看我们公司的菜种划不划算？自己种自己吃，吃起安心，家人放心。欢迎大家前来选购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种子、萝卜、种鸡豆、花种等有上百个品种，应有尽有。自己选，自己挑，样样菜种都是2块钱1包，5块钱。这些袋子里装的应该也是各种各样的草药。其实，在当地买草药好多是用来煲汤的。是啥路？这个是的。不洗了快多了，等下洗了噻。你把它洗了，你洗下你用的就洗米炸了，我洗搞对的了。哦，洗啊！它现在已经整好的了，那个成皮了，哎。多的，我那个直接买就多了，是不是？用手有点做不做？真的你们啊？没了。有。从这里开始，渐渐地又走到了卖水果的区域。这颜色鲜艳诱人的是柿子，不过它与冬天在东北的大冬柿子不是一个品种。这一侧呢是集市的另外一个出入口。这里也有卖蜂蛹的，在云南其他地方的市集上，我也常能看到。蜂蛹呢，一般是油炸来吃，据说口感非常的脆嫩，而成型的蜂子大多是用来泡酒的。蜂蛹的价格并不便宜，1两就要10几块。你看蜂子。这剥开的大石榴应该非常的甜，上面落满了蜜蜂。在整个云南红河州，石榴的价钱都不贵，1斤有1块5，有2块的。因为红河州的首府蒙自就是石榴的产地。我们那个两步。
这是云南特色泡梨，在昆明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过。罐子里泡着的橄榄，就是我们刚刚见到的绿色小果子滇橄榄。你爬山了？没有啊，那你不懂了，太难。这边卖的是一些散装的点心，还有面包、麻花。相较于西饼店里的蛋糕，这些散装的糕点看着或许不那么精致，但好多人就是喜欢这种老味道。这里的毛豆腐是制作腐乳的原料，现做现卖，一整瓶腐乳是25元钱。制
做腐乳的调味料并不复杂，主要就是食盐、辣椒粉，还有一些香料。其中最重要的步骤还要撒上白酒，之后一起摇匀就可以装到罐子里了。印度长过一次哈，你不新鲜吃好一点，也味道好也可以，你时间可能越长越好吃。集市上卖的东西种类非常丰富，这边还有卖花卉和绿植的摊位。奥尔良烤鸡似乎在各地的集市上都不可缺少。这挂着的应该也是风干的腊肉，
此外，摊上还有卖炸制好的鱼块儿。我觉得这家摊主大叔特别的有意思，躺在躺椅上，逍遥地看着老电影。这些应该都是自己手工编制的竹制品。这边几家摊主也特别有意思，闲暇之余凑在一起娱乐一下。这些做好的烧麦，买回去上锅一蒸就可以吃了。这是蒙自年糕，深色是因为在制作的时候加入了红糖。这些粑粑可以火烤，可以油煎来吃。这自制的虎皮凤爪，看着颜色鲜亮，味道应该也不错。这家摊位上是各式的卤味，还有熟食。切好之后，老板还会盛上各式的蘸料。基本上是弄在哈，嘎，差不多。米线是云南最为常见的食物，一日三餐都可以吃米线。像袋子里的是干米线，竹筐中的呢是湿米线。这些是小卷粉，也是由米粉做成，在建水当地很常见，拌上各种调料，还有芝麻酱，口感很清爽。这样的小卷粉是1元钱一根。这里面有馅儿吗？汤耶，呀，没有馅儿，里面没有馅哦，你的馅儿，哪有这些？那是农民种的。也还香。这边是现煮的汤圆，汤圆本身是没有内馅儿的，外面可以裹上豆面，浇上红糖汁。
面上的蔬菜大都是建水本地产的。建水当地气候非常温和，年平均气温在19.8度，加之周边水系发达，所以市面上各类蔬菜大都是本地种植的。这种长条的也是豆腐，应该是食品豆腐，与建水小豆腐在外形上非常的不一样。食品豆腐也一般是烤着来吃，很有韧性，拿起豆腐的一端用力的甩都不会散掉。你这份是在那头，你将来又在给你。这边卖菜的阿婆看上去很不容易，这3颗大萝卜她称不动，赶紧叫来老伴儿帮忙。称重之后呢，这3颗萝卜一共是7斤重。在集市上，我注意到卖肉和卖水果的还有一些年轻人，但卖蔬菜的摊位大都是上了年纪的周边村民。或许是因为所卖的蔬菜大都是自家种的，而留下来种地的也往往是年纪较大的人。集市靠里面的地方，分布着好多这样的小吃摊位。现在时间临近了中午，每家小吃摊上也都非常热闹。这烤炉上正在烤制的就是粑粑了。这些烤架上的呢，也是当地人最喜欢吃的烤小豆腐。这是炸蚂蚱，我在其他的集市上吃过，非常的香脆，意外的好吃。有的是这种，真的很纯的，这里面的是说我，这不该给狗吃的。
经过各种小吃的摊位，继续往里走，就是一些卖服装的摊位。在集市的最里侧，没想到是马坊村的医院。看来集市所在的位置不仅仅是一个菜市场，而是多种设施综合在一起的区域。人们在这里可以买衣服，可以买肉、买菜、买水果。每周有2次大集日，最里面还是看病的地方。中午的时候还有好多小吃的摊位，这集市应该也是马坊村的中心了。这家服装摊写着处理，全部19元一件。在服装区域穿行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多当地人都在认真挑选着自己心仪的衣服。好消息！好消息！特大好消息！现受厂家委托处理一批羊毛被，原价298元的，现5样100块，有床单、被套、枕套牌，羊毛被一床100块可以拿走。这就是今天云南马坊村当地的大集日。这大大的集市一点也不混乱，分区明确，物品种类齐全。云南建水确实是一个气候温和、生活安逸的小县城。最后再看一看这湛蓝的天空和白云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